朋友们，所谓的涅槃呢，是佛家的说法，大概意思呢是身心回归一种清净、祥和，时时刻刻没有烦恼、没有疑惑的清醒的状态。而这样的状态呢，也是许多人向往的状态。很多人以为这需要做许多修行，需要悟性，需要智慧等等才能实现。但实际上，涅槃的境界并不复杂。楞伽经中呢，就给出了一个具体标准，那就是寂灭意识中的一切妄想便是涅槃。简单理解呢，就是当我们的意识中空无一念时，就好像前念消失，后一念还没有冒出来的那个空当，那一刻没有任何念头，没有任何情绪，甚至是没有任何认知，但内心却独自清晰。这种无念、无情绪，内心非常放松、清净、清醒的状态，便是楞伽经认为的涅槃。对此呢，楞伽经里说：“我不涅槃性，所作即与相，妄想而厌时，此灭我涅槃。”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所谓的涅槃呢，并不是有一个涅槃寂灭的境界可以得到，并不是以这个我作为主体，然后进入了涅槃这个境界。所谓的涅槃，没有进入和出来这种过程，也没有一个涅槃的境界可以被我们证悟和得到，因为类似种种的认知都属于妄想。只有我们寂灭意识里那个如同光影一般变化无常的思维妄想时，当即就是涅槃。所以妄想是心灵涅槃的最大障碍。更究竟地说，意识里的一切思维活动都属于妄想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以妄想和涅槃的关系来说，为什么无涅槃可得？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涅槃的身心境界可以达到，我们认为有一种无烦恼的状态可以实现。这些种种认为呢，也只是意识中的一念，是一念妄想。妄想本身是一种障碍，我们想要实现这样的妄想，然后又演化出一种欲求而不达的欲望，就更是一种障碍。所以把这一念妄想放下，把念念妄想放下，一颗不分别的、无念的、自由广阔、无挂碍的心，当即是涅槃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涅槃没有进入、没有证悟这样的过程。为什么佛说我不涅槃性？因为一切我都是意识里的念头而已。进入、证悟、实现、达到、回归，类似种种的概念依旧是意识里的种种思维活动。唯有寂灭这种种念头、种种意识分别，才是内心本无挂碍、本无疑惑、本自清醒祥和的涅槃。但是这里的难点呢，就在于我们想要寂灭念头，想要让意识不再造作，这本身其实仍旧是一种意识活动，仍旧是一念。因此所谓的涅槃也并非是通过意识活动能达到的。正如一首禅诗所说：真正法要玄极秘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意思便是，究竟的真理是离开言语和意识活动的，是离开我认为、我觉得、我想要等等概念，是离开意识里的一切想法与动机的。但这玄之又玄的法要，说简单也简单，因为心灵的涅槃反而才是身心的本来面目。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轻盈、清明、自由、广阔的，只是我们的意识妄想太多，才遮障了本来面目。在楞伽经中，对于寂灭意识妄想即是涅槃的说法呢，反复提出了很多次。这种反复的提醒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意识中的烦恼痛苦属于念头妄想，意识想要熄灭一切苦也属于妄想。我们认为自己愚痴、智慧不够是一种妄想，想要更有智慧，想要实现某种高尚、高远的目标，也是妄想。追求世俗的得到属于妄想，
因为求而不得，或是患得患失，得到又失去的苦，也是妄想。总结起来，意识里一切世俗的烦恼和超越世俗的智慧与修行，皆属于妄想。我们为什么要破除妄想？佛家说，求真不必，只需除妄，但尽凡心，别无胜解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必追求一个究竟的见解和智慧，只需要将心中的一切妄想去除。安静清明无念的心本身就是真相。而要理解这一点呢，就需要从佛家的宇宙观说起。用一句话形容，本觉妙明，却妄为明觉。佛家的宇宙观认为，一切宇宙万物，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，都是基于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而生。这个本体称之为本觉、自性、真心、真如等等。以比喻的方法来说明本觉妙明，就好像本觉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，它本自圆满，本自清晰明白，也就是妙明。可是在某一个时刻呢，这个本觉它一念妄动，它想要明白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自己为什么这么圆满与清晰。所以本来没有疑惑的本觉，却想额外的去体验和明白些什么，便是妄为明觉。就这么一念妄动，也便是所谓的无明。就这么一念妄动，本觉就好像宇宙初始那个本来稳定的起点爆炸了。首先产生了空间，有了空间之后，本觉又妄想明白空间中的现象，所以产生了生命能看的眼睛和能听的耳朵，乃至能思考的大脑来妄明。于是本不存在的宇宙便虚幻产生了。随着生命的精神觉知和物质世界不停地互动，本不存在的各种规律和理序呢，便交替演化，越来越复杂。就好像我们睡着后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自己那能见的觉知和所见所想的一切现象，其实都是妄想，都是本不存在的。唯一真实的只是那个能做梦的心，这就可以理解为本觉。而佛家认为，整个宇宙都是本觉因为一念无明而做了一场本不存在的梦。梦本来不存在，梦没有实际可得，梦当体便是空的，这便是佛家所谓的无生。一切本来没有发生，现在这个宇宙大梦里，本来无生的生命，本来无生的觉知，却在意识分别着梦境是真是假呢？是有是无呢？那个做梦的本心是真是假？是有是无呢？类似种种意识分别都是妄的延续，都是妄想梦境的一部分。就好像一个人努力想从梦中醒来，这依旧是梦的一部分。所以已经醒悟的佛陀说，要离一切意识分别，离一切妄想，离一切相，才是涅槃，才是本觉，才能贴近那个做梦的本心。而所有人的心其实都是那同一个本觉。梦醒之后只有一人，梦醒之后也只存在一颗心，不存在什么你的、我的、他的心。这个统一的宇宙本体，佛家称它为真如、自性、真心。我们继续拿做梦来说，本觉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另一个自己，也有很多人，他们都能看、能听、能想。梦中也有山河大地，但实际上，梦醒之后没有你我他，没有众生，也没有山河大地，只有一颗能做梦的真心。佛家中佛的含义就是觉者，就是已经醒来的心，究竟觉悟的心，回归至本觉的心。回归至本觉后，人生的梦境还会继续，并不是说我们变得好像超越了一切，一切仿佛真的不存在了，而是说醒悟的心对梦境不再有任何挂碍，不再有任何迷惑，
不会再去刻意地认为什么、做什么，而是觉得一切平平常常，本来如此。同时，我们也能体悟到佛家所谓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的含义。所谓离一切相，就是说一切犹如梦境，都是虚妄的，但是一切虚妄都依本觉而生，这个本觉是离一切相的，就好像在梦中山河破碎，大地沉沦，但是那个本觉始终不受任何干扰，我们的究竟本质不会受到丝毫伤害，这就是离一切相，也便是佛家所谓的性净涅槃。但同时，梦中的一切现象也是本觉全部的体现，本觉超不出自己所造的梦境，就好像做梦的人心也体现为全部的梦境。所以我们想要离开梦境，想要离开生命体验、命运经历，然后去寻找一种独立的、高远的真相，是找不到的。真相就在现象中，梦中的一切法、一切现象都是本觉的体现，也可以理解为生命乃至宇宙的一切好坏生灭现象，都有真相在其中。这便是即一切法。体悟到即一切法后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梦中没有哪里是不好的，都有真相在其中，都有不会损坏、清净不变的本质在其中，也便是明白了烦恼即菩提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